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自制捞生的食谱。看完这期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捞生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一开始我们先来炸腰豆，这个腰豆我们要冷油下锅，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炸至金黄色，炸至熟就可以了。炸腰豆还有炸花生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要用小火，有耐性的慢慢把它炸至金黄色。如果太心急开大火的话，外面烧焦了，里面还不熟，就不好吃了。我们把这个腰豆沥干油分过后，就可以撒上适量的盐，让它有一点咸咸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要来刨捞生要用到的沙葛，这个沙葛还有其他的蔬果，如果你们要用来刨也是可以，可是如果你们要用来切也是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黄瓜我们也是可以用来刨，把它刨到一丝一丝的。其实这个捞生的材料你们可以自己改变。如果你们觉得什么颜色配起来好看，或者你们喜欢吃什么蔬果，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至于它的分量呢，你们也可以自行调整。如果很多人一起捞生的话，你们就放多一点咯。我今天选用做捞生的这些材料，其实也是搭配颜色而已啦，看起来要七彩缤纷，五颜六色，这样才会好看吗？现在我要来炸脆饼。我们吃捞生的时候，不是有那些脆脆的脆饼吗？我今天就用这个薄饼皮，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把它炸成脆脆的脆饼。我们就像这样，拿几张薄饼皮，然后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，要剪多厚啊，多大条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最重要就是炸出来它会脆。我们尽量把这个薄饼皮弄散，不要让它粘成一团太厚，等下炸了不会酥脆。我们冷油下锅，用小火慢慢的把这个薄饼皮炸到金黄酥脆。大家是不是会觉得，为什么刚才炸腰豆过后，为什么不要直接就炸这个薄饼皮呢？因为那个油太热了，我们要让油冷却下来，才来炸这个薄饼皮。当我们把薄饼皮炸到金黄酥脆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，沥干油分，放一旁备用。炸完了薄饼皮，我们也不需要洗锅啦，我们就直接把油盛起后，加入清水，然后可以加入少许的盐，我们把这个水煮滚。当水煮滚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虾倒进去，我们要把这个虾煮熟。如果你们不要用虾，你们要用其他的材料代替也是可以哦，比如生鱼片啊、鲍鱼啊都可以。我们在烫虾的时候，记得我们把虾烫到 C 的形状，就可以把它捞起了，不要等到变 O 哦，变 O 它就太熟了。如果你们想要这个虾吃起来爽口弹牙，你们就把它蒸在冰水里。等虾完全冷却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虾壳拔掉。这样大致上我们捞生的材料就应该完成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捞生所需要的材料。沙葛100克，
紫包菜60克，红萝卜60克，芒果80克，黄瓜100克，鲜虾120克，腰豆50克，炸薄饼皮30克，泰式辣椒酱4汤匙，酸甘汁2汤匙。现在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拿一个比较大的盘，等下捞生的时候会比较好捞，比较方便。我们把沙葛、红萝卜、黄瓜、紫包菜、芒果、鲜虾、脆饼，还有腰豆。如果你们要更香、更好吃的话，你们可以撒上一些芝麻哦，炒香的芝麻。现在我们来调一下它的酱汁，我们把泰式辣椒酱还有酸甘汁全部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搅拌均匀就完成了。如果你们觉得酱汁不够浓稠，你们可以加一点Maggi辣椒酱哦。捞生前先来个温馨提示吧，捞生的材料你们可以自由的搭配，分量呢也可以自行调整。如果有用到芒果的话，芒果尽量买比较脆口的，如果可以买到黄色又脆口，当然是最好咯。建议把炸好的薄饼皮等要吃捞生的时候才放，因为它遇到酱汁它会软化，不好吃。如果觉得酱汁太稀，不够浓稠，你们可以加一些有浓稠度的辣椒酱，比如Maggi辣椒酱，或者加一些酸梅酱。下课，大家一起捞生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捞生。捞生是一种在华人社会，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非常流行的春节习俗。它最核心的特色是以一盘色彩缤纷的鱼生为中心，大家围坐一起，用筷子将食物高高拌起，同时说出吉祥语，寓意步步高升，风生水起，大吉大利。捞生象征着团圆、喜庆、好运和富贵。它不仅是食物，更是华人农历新年中增强凝聚力与欢乐气氛的重要仪式之一。今天的捞生美丽吗？好看又健康，对吧？初七人日的时候，自己在家里自制一盘捞生，美丽又健康，吃得放心。大家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捞生了吗？来，筷子拿起来。一帆风顺好运临，万事顺心笑盈盈。二龙腾飞财气至，好事成双喜相依。三阳开泰福满门，日日高升乐纷纷。四季平安天富贵，春来好运跟着飞。五福临门来报喜，吉星高照顺到底。六六大顺步步升，财运滚滚满满盈。七星高照照前路，福到运到事事酷。八方来财财满屋，鸿运当头不胜数。久久长长永不尽，福寿双全喜连绵。十全十美人团圆，幸福美满到永远。来，吃喽！
今天的捞生不用我多说，大家一定知道它的口感是清新爽脆，健康又好吃。酱汁呢是酸酸甜甜的，吃多也不会腻。哦，对了，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提醒一下，那个炸薄饼皮虽然是很好吃、很脆口，可是当它遇到酱汁的时候，它会软化，口感不是很理想。所以如果你们要放这个炸薄饼皮的时候，最好就是要吃的时候才放咯。今天的自制捞生成功，大家对我们今天的捞生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点一个赞，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。谢谢大家。